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海顿呼吁美中永远不要开战，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以前曾经说过，美国跟核大国之间开战后果不堪设想。这两天呢，参联会的副主席海顿也出来说了，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永远不要与中国和俄罗斯开战。他的观点是，不管是今天还是近期还是远期来看，美国最关切的进展最大的威胁都是中国，而美国未来的发展就必须专注于中国。所以呢，当美国考虑新的联合作战概念时，首先考虑的也是以中国作为目标和假想敌。而且呢，他说美国跟前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在避免战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且运行的相当成功。通过日常保持和俄罗斯进行战略稳定对话，能够确保双方理解在核领域、太空领域的状况。但是跟中国呢，美军和中国方面还没有这种沟通。他也提出，中国的挑战跟苏联还有不同，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很多，美国的盟友跟伙伴也都希望在经济上与中国为伴。所以美国的应对办法跟应对苏联、俄罗斯不能一样，那就是强劲的军事威胁不算，还得加上外交、经济接触，要使用全政府的力量与中国建设更好的关系。而且呢，他再度对双方互不对话表示了担忧。他说了，今年已经是两国元首谈了2回了，这非常重要。但是他希望这个对话的精神呢，不仅仅是两国元首之间，还能够拓展到中层之间，中层也要跟元首一样好好谈。就是海顿这个观点，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大家感到的都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尤其是美国印太军事的一把手，连续3届都对中国放狠话，耀武扬威。而美国参联会的观点跟美国国内一些政客还有印太司令部观点不一致，并且反复提出中美开战的灾难性后果美国无法承受。这些话是不是美国认怂呢？公开说这些话又是说给谁听呢？首先，美国把中国作为进展最大的威胁，我们完全可以当作是来自对手的尊重，说明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已经让中国非常接近了绝对安全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个点，就意味着任何外来的战争威胁已经不敢主动向中国发起战争。另外呢，也不要把这些话当成美国认怂，因为海顿讲的这些观点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哲学，对谁都一样。战争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利益或者捍卫利益。如果战争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所获取的利益，美国肯定是应该用政治经济手段解决利益问题，而避免投入战争。当然了，道理谁都懂，实际操作中呢，美国错误估计战争成本，盲目发动战争的教训也确实太多。只不过面对别人是一回事，面对中国可不一样。面对中国要开战的话，这个成本估计就算再错误，也知道整个地球全人类都会同归于尽。毕竟大伙儿都是核大国。另外呢，参联会的话也是提醒了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力量，冲动代价太大，必须在采取行动之前充分考虑前因后果。当然了，不仅美国内部要听懂，台湾岛上某些人恐怕听完这句话之后也该懂。另外呢，也是传递一个信息给中国，就是希望两军能够形成一个更深入的沟通机制。毕竟任何一方如果误判了对方战略企图，爆发了一场意外的战争，这个结果美国都无力也不愿意承受。其实说来说去，应了中国一句老话，自古知兵非好战。任何大国，任何一个合格的军队领导人，他们的军事哲学里，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去写的，来自于谁的著作，这个道理恐怕都必须懂。好，关于美国这位参联会副主席海顿说的话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